山色空蒙雨亦奇，水光潋滟晴方好。清秀的江面上，一叶扁舟朝杨家坳缓缓划去，随着锣鼓唢呐的节奏，稚嫩的潇潇从花轿里走了出来。年仅12岁的她即将成为别人的新娘，而丈夫是才断奶不久的2岁小孩春官。兴许是太过吵闹，拜堂时的春官哭个不停，于是潇潇只好和婆婆抱来的大公鸡拜了天地。对于单纯的她来说，嫁人不过是换了一个吃饭的人家。天晴落雨，日子总要混下去。当了妻子的潇潇，每天抱着小丈夫到村口的池塘边洗衣搓尿片，晚上帮婆婆喂完猪后，就爬到屋顶轻轻地哼着童谣，哄着怀中的小丈夫入睡。婆婆虽然严苛，但从未亏待过她，让做的事也是一些力所能及的。几次降霜落雪，几次清明谷雨。6年后，潇潇也成长为亭亭玉立的清秀少女，连家里的帮工花狗都说，黄花闺女18变，3-5年的饱饭一吃就成大姑娘了。每次见到潇潇，花狗都会唱一些庸俗不堪的山歌，来撩拨挑动那不经世事的少女心。对于她这样的帮工来说，劳苦一辈子也很难娶得上媳妇，所以只能靠调戏笑骂，背后偷看来排解心中压抑的欲望。夜晚的院坝里，进过城的花狗给大伙讲着关于女学生的奇闻，说她们像尼姑一样不留辫子，穿着洋衬衫，2个白花花的膀子露在外面，从不觉得害臊。白天什么正经事都不干，只会唱歌打球读洋书，1年用的钱可以买10几头水牛。男女生喜欢就在一起，也不要媒人，不要彩礼，名曰自由。这是潇潇内心真正向往的生活，只是不敢在人前表露，因为在这个封闭的村落里，那些都是败坏风气、不要祖宗礼法的女人。初夏某天，天空中滚来了团团乌云，一瞬间倾盆大雨从天而降。蹲在江边割草的潇潇赶紧带着小丈夫跑到磨坊躲雨，才刚把淋湿的衣服挂上竹竿，花狗就带着一身雨水冲了进来。看见衣服的一瞬间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一个机会，于是故意支开春冠，接着往稻草堆里那朝思暮想的身影走去。渴望的眼神在试探，忐忑的潇潇退无可退，欲望和懵懂一起翻滚在了倒塌的草垛中。此后2人常常跑去山上玩耍，树前月下卿卿我我，是说不尽的缠绵和恩爱。伴着凉爽的秋风，一片片落叶纷纷飘下。察觉到自己怀孕的潇潇提出了一起私奔，可胆小的花狗不肯。而在村里有个寡妇叫巧秀，按照传统礼教，她应该当一辈子的寡妇，但她却和铁匠在暗地里相爱，犯下了伤风败俗的弥天大罪。村民发现后，按照族规将铁匠的双腿残忍打断。巧秀则在众人的指责和谩骂中被抬上了小船，还来不及和小女儿告别，就随着磨盘一起沉入了江中。临死前的那一声惨叫，如同尖刀扎在了潇潇的心头，因为这即将是他面临的下场。目睹这一幕的花狗同样是惶恐不安。经过一夜的沉思，负心胆小的他带着行李不辞而别，只留下潇潇一个人来面对这残酷的现实。谁念西风独自凉，潇潇黄叶碧疏窗，细思往事立残阳。悬梁投水吃毒药，所有方法他都想过了，但究竟年纪太小，舍不得死。这天，潇潇趁着去县城卖草鞋的机会，来庙里求佛许愿，还生吞了一大把香灰，祈祷菩萨能拿掉肚里的那块肉。大字不识的他，并不知道自己拜的是送子观音。深冬时分，肚子越来越大，无能为力的潇潇只能冒着凛冽寒风连夜出逃。翻过连绵不绝的大山，来到江边，石滩上搁浅着一只无人看管的小船。他咬紧牙关，脚跟狠狠地抵住石头，使出所有的力气去推动船头。可数次尝试后，小船仍然是纹丝不动。身心疲惫的他，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醒来时已被锁在家里的阁楼上，门外传来婆婆的哭喊和咒骂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预备给家里继承香火的肚子，竟被别人抢先下了咒，如今是门风败尽，一片狼藉。而潇潇则面临着被陈坛处死的悲惨境地。但按照老人的说法，如果她怀孕死去，必定会成为厉鬼缠着春光不放。加上闻讯而来的伯父苦苦央求，所以婆婆一家改变主意，打算将其卖掉。由于潇潇的大肚子，一时间找不到买主，事情就耽搁了下来。次年2月，潇潇因为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得到了婆婆一家的宽容和接纳。许多年后，潇潇按照乡俗，为自己10岁的儿子迎来了一个大媳妇，又有一个新的潇潇来重演他曾经的悲剧。
而在潇潇的眼中已经看不到反抗，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。他自始至终都不能明白，命运的悲剧来自祖宗流传的童养媳陋习。正是这种荒唐的婚姻形式禁锢了人性，使他不能去自由的恋爱，一辈子都是别人的生育工具和家务机器。他不明白自己活下来是一种幸运，假如他当日生下的是一名女孩，一样逃不过沉塘发霉的悲惨下场。曾经潇潇向往过如女学生般的自由生活，也试图去私奔去逃跑，但这种抗争只是基于一种无意识的人性本能，最后一切的反抗都沉溺在了这封闭压抑的生活中。潇潇从受害者变成了陋习的执行者，成为了新的封建礼教权威，继续让这吃人的封建礼教循环下去。我想这才是最可怕的。而在城里念书的春官被安排和潇潇正式拜堂圆房，受过教育的他无法接受这个落后闭塞的家庭，更不想沦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，于是只能选择离开。临走前，他的身影矗立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中，那是一种无言的呐喊。电影和原著作者沈从文都是用种诗意的手法来表现这个苦难的故事，并没有故意卖惨。潇潇偶然的幸存，婆婆的善待，结局也是一幅温情脉脉的生活图景，这体现的是一种人性关怀。只是背后的缘由让人细思极恐，那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，对封建礼教的控诉。